山西村民抓鸡爬进废弃窑洞，竟发现成年女尸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发生在山西省高平市的某县村。2002年年初的时候，村里胡某家的鸡被狗给惊到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胡某见此，连忙循着鸡的叫声寻找，结果来到了一个废旧的窑洞前。这窑洞年久失修，早就没人住了。听见自家的鸡发出叫声，胡某也没有多想，就顺着洞口钻进去，想着把鸡给抓出来。奇怪的是，胡某拿着火把朝里面看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鸡的身影。他继续往深处走，原来在窑洞里还有一个小口，应该是以前人闹的隔间。胡某也没多想就钻了进去，但眼前的一幕却把胡某吓得魂都散了一半，然后鸡也不要了，转身就飞奔出去，就像是后面有什么野兽追他一样。胡某跑出来后连忙报了警，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原来胡某在山洞里看到了一具完整的白骨躺在那里，在白骨的外边还罩着一件粉色的裙子。不用多说，大家肯定都明白了。警察听到这一消息，第一时间就赶来了这里，他们将外围拉起了警戒。在一番取证调查之后，警方得出结论，根据骨化的程度来看，可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10年前，而且尸骨的大小以及身上的衣服碎片，可以判定这具尸骨应该是一个女童的。随后经过法医的鉴定，可以判断女童的死因应该是他杀。听到消息的村民们都赶来围观，当知道尸骨上穿着的是粉色裙子，大家都第一时间想到了12年前失踪的女娃。山西村民在窑洞发现女童尸骨，这具女童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呢？村民们你一言我一句的说着，意思大概就是12年前村里陈大姐的女儿走丢了，当时女娃身上穿的就是粉红色的裙子。警方连忙将陈大姐叫来辨认，当陈大姐看到尸骨上的衣物，她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自己失踪12年的女儿芳芳。在看到尸骨的那一刻，她已经泣不成声。陈大姐觉得当年的芳芳肯定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，虽然下落不明，但她坚信芳芳还活着。她也一直在寻找着孩子，可现在却得知芳芳在12年前就被人杀害，这么些年的希望一时间崩塌，她是怎么也接受不了的。根据陈大姐的回忆，芳芳失踪的时候是1990年的夏天，他们当时都忙着下地忙农活，就由哥哥照看。由于家里和学校很近，仅有5岁的芳芳就和往常一样跟着哥哥往学校走。哥哥进去上课后，芳芳就自己走了。中午陈大姐忙完回来给孩子做饭，就发现芳芳不在。起初陈大姐觉得肯定是孩子贪玩，反正村里人都互相认识，也就没太当回事。她就留了些饭，就又去地里干活了。直到下午下起了雨，陈大姐收工后回去才发现桌上的饭都没有动。她这时才觉得不对劲，她在村里问了一圈都没人看见。后来全村的人都帮着陈大姐开始找孩子，但是却一无所获。山西村民在窑洞发现女童尸骨，究竟是谁残忍杀害？警方当即展开调查。由于案件年代久远，也给警方的办案增加了难度。涉事的窑洞周边只住着3户人家，分别是侯小晨一家、侯穗成一家以及单身汉侯某清。其中侯小晨一家在案发前1年，为了孩子上学就搬到了城镇了，而侯穗成也在早年间就在别的地方修了房子，这里的房子也空置很久了。警方暂时将2家排除掉了，那么就剩下那个单身汉。这个单身汉已经30多岁了，因为脑子有点问题，家徒四壁，所以一直没有媒人为他介绍对象。警方发现他的家离案发地点很近，对周边的情况也非常熟悉，如果作案那嫌疑是很大的。但很快就有人为他作证，他有不在场的证明，案件也一直陷入僵局。直到2018年的时候，这件事在过了30年后又被重拾，并且还成立了专案组调查。警方这次发现新的嫌疑人，就是侯穗成的儿子大山。当年年仅18的大山曾出去找自己的女朋友，并不在场，而且当年村民一起寻找女娃的时候，他表现得很积极。当时他年纪比较小，所以警察也就没有多怀疑他。但在2018年，警察再次给村民录口供时发现，基本上很多的村民都记不太清当时的事情，2次口供都不太一致，只有大山的口供几乎是完美的，这不得不让警方怀疑。在警方的反复盘问下，大山终于招了。原来当年他被陈大姐骂了一顿，他气不过，正好碰见芳芳，他就上去打了女娃1巴掌。谁想到芳芳大哭起来，他害怕的不行，就把芳芳的嘴捂上，结果芳芳就因为窒息给死了。最后大山只能将芳芳的尸体藏在窑洞里，真相这才水落石出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法律都会给凶手应有的惩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点赞3连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积极留言评论。